在山东济南的一处普通的双峰小山下，一座沉睡2000多年的西汉大墓因村民取土而意外现世。这是我国已出土的最大诸侯王石室墓，墓中惊现奢华玉覆面、鎏金玉枕，还有高达4公斤的罕见金饼，而墓主竟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这位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西汉皇孙，为何要与父王妻妾私通？又为何要下蛊诅咒自己的亲祖父汉武帝？此次发掘出的石碑诅咒和破碎的玉剑位，种种怪异迹象，究竟揭露了一段什么样的西汉风云？本期视频眼见古今，带你走进一座保存完好的离奇的诸侯大墓。山东济南双乳山是泰山的一条余脉。上世纪70年代，双乳山村人口激增，生活压力增大。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村民为维持生计，打起了双乳山的主意，希望通过开采山石外运牟利。市面上流传着一句话：泰山石敢当。而双乳山作为泰山余脉，石材质量较好，市场需求不低，开山取石的村民也越来越多。此时一心求财的村民们都心照不宣地没有提起封山石碑，似乎所有人都忘了那来自1000年前的诅咒。在双乳山村西的古道旁，曾矗立着一块风化严重的古碑，碑文斑驳却依稀可辨，上面说：庄前就有双乳山一座，相传如有开洞接脉之处，庄中即出不义之祸。此碑是清代官府所立，大致意思是，若有人破坏双乳山山体龙脉，村里就会遭遇灾祸。以前的历代村民口口相传这个石碑诅咒，因此无人敢动。然而由于近些年采石业的兴起，这块封山碑逐渐被村民视作阻碍，有人嫌它碍事，甚至提议将其砸毁。离奇的是，碑文上的诅咒在后来的开山进程中一一应验。据村民回忆道，住在山脚下的一些村民家中，有人接二连三的得病，最后莫名其妙的死去，还有些村民家中新生的小孩飞聋挤哑，有的村民甚至声称在夜深人静时听到墓穴深处传来若有若无的哭泣声。这些离奇的现象再次让村民们想起了那块封山碑上的诅咒，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认为是开山触怒了山神或触犯了地脉。可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仍有不少人并未将碑文上的诅咒当回事，依旧自顾自地从事着开山采石。然而在一次又一次的爆破工作中，一座神秘的古墓逐渐暴露在世人眼前。1995年6月的一天，山东大学考古系的任向红教授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里传来的是长清县文物局何局长焦急的声音。何局长说，县里双乳山村的村民开采石头时，在双乳山的石层中发现了类似人工开凿的石壁，像是一座巨型的地下建筑。任教授挂断电话后，按耐不住心中的兴奋，便马不停蹄地赶往现场。一个封存了2000多年的地下宝库，就这样在村民的铁锤和钢钎下，向世人打开了大门。任向红等人经过实地测量与钻探勘察，确定了2段石壁中间是一条人工开凿而成的通道，这很有可能是一座巨大陵墓的墓道。这个猜测让在场的所有考古人员都兴奋不已。一般来说，墓道与墓室相连，墓室比墓道还要埋藏在更深的地下。从目前的探测情况可以知道，墓室继续往地下延伸的深度为4米，墓道深18米，整个墓葬应该位于地下22米深的地方。显而易见，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墓室。由此可见，墓主人身份必定不一般。与此同时，其余的考古人员通过走访调查得知，早在之前，这个古墓封土被破坏时，就有几位村民捡到了五铢钱。五铢钱是汉武帝时期推行的一种货币，也就是公元前118年。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墓葬下葬年代是在公元前118年之后。根据目前已知的信息，考古队员纷纷猜测，这或许是西汉时期的陵墓。但墓主人具体是谁，还没有人敢下结论。不过考古队心里已经有了大概的猜想，那就是济北国。因为公元前178年，汉武帝为巩固统治，
将长清一地封给了自己的侄儿，作为济北国的领地。双乳山汉墓位于长清的南部，正好位于济北国的领域。这一线索初步坐实了双乳山汉墓的主人是西汉时期的某一代济北王。西汉时期，济北王共有5位，但是下葬时间在公元前118年之后，就只有济北王刘胡和他的儿子刘宽。刘胡的在位时长远远高于刘宽，也更有财力物力为自己修建一所宏伟的陵墓。想到这，几乎所有人都以为这是西汉济北王刘胡的墓地。在挖掘工作正式开始前，当地居民位于封山石碑文上的诅咒便要求开挖前搞祭祀活动。就这样，双乳山墓室的挖掘工作在现代科学考古与古老传统民俗相结合的氛围中，略显滑稽地拉开了序幕。随着推土机轰鸣声的响起，所有人脸上都带着兴奋的神情，暗暗猜测这次考古行动定能发现不少的文物珍宝。可考古行动真的会那么顺利吗？考古工作伊始，摆在队员们面前的便是一道难题。墓坑内填满了不知从何而来的石块和石渣。经过考古学家探测，这些石块和石渣应该是一种防盗装置。这下，在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忍不住欢喜起来。既然设置了防盗装置，墓葬里面的文物珍宝被盗扰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工作人员花费数天时间，通过手工一点点清理，厚达5米的防盗乱石层最终被清理干净。扫清了眼前的阻碍后，按照每一位考古人员的最先推测，这座陵墓占比面积巨大，规模宏伟，至少应该挖掘几个月。可不过短短10几天的时间，推土机便熄火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得到消息的任教授火急火燎地赶到现场，尽管拥有丰富经验的他，也被在场的现象吓了一跳。原来是推土机被眼前的石坎阻碍住了脚步，这是一块坚硬完整的掩体石梁。这并不是像之前一样是古人用作防盗的装置，掩体石梁的出现往往代表这座墓已经到底了。可是明明挖掘工作只进行到了5米，挖掘时长不过10几天，如果真是一座西汉时期的诸侯王陵墓，怎么可能规模如此之小？难道他们挖到是一座假墓？很快，在墓葬的另一侧，考古人员也发现了一块完整的掩体石梁。这个发现似乎也在昭示着这座古墓的规模就是这般小。这时便有人提议按照石梁的走向开始清理，或许会有不一样的发现。经过一段时间的清扫和探索，转机出现了。考古队员分别在2道石梁边进行碎渣泥土的清扫，再往前延伸了2米多后，石梁居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非常纯净的黄土。这说明了石梁的前方依然是整个墓葬的范围，这座墓并不是假墓，它依旧是按照西汉诸侯王陵墓的规格打造的，只是不知道出现了什么变故，造成了这个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墓葬的结构形状逐步变得明朗清晰起来。这是一座甲字形的大墓，最外围的墓室东西宽 24.3 米，南北长25米。之前令考古人员惊恐不已的石梁，其实是一座小型的甲字形墓室。2座墓都是甲字形，小墓内嵌在大墓之中，从而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双甲字形的陵墓。双甲形的陵墓，这在中国考古史上是第一次发现。无人能解释这座古墓为什么是双甲形状，即便考古队员翻遍了资料，也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记载。不仅如此，根据目前的探测可以计算出，这座陵墓的凿石量高达9000立方米，是迄今为止开凿出的最大的西汉陵墓。巨大的规模，奇怪的构造，这似乎并不只是一座普通的西汉王陵墓，它的历史与来源必定不简单。可惜好景不长，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圆形的痕迹。这样圆形的痕迹不像是自然形成的，更像人工造成的。可古人为何要留下圆形的痕迹？看这样子更像是盗墓者留下的盗洞。考古人员的心再次提了上来，这无疑给所有辛苦工作的考古人员当头一棒。若盗贼已先他们一步进入墓室，将墓室里面的珍宝文物洗劫一空，
那考古人员这些天的努力很有可能将功亏一篑。在场的所有人不敢去想这件事的后果，只能硬着头皮上。但好在发掘深入后，考古人员意外地发现盗洞痕迹竟然消失了。这意味着盗贼并没有真正的进入到墓室内部，考古人员的心再次放下来了。就这样日复一日的清理，来到了第2年3月，墓道的发掘工作就此开始。在靠近墓室的地方，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大惊喜，他们发现了一组车马遗迹。根据已有资料记载，可以确定这便是墓主的出行仪仗和车队。工作人员他们小心翼翼地一点点除去覆盖在遗迹上面的泥土和碎石，生怕对遗迹造成丝毫损伤。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和复原工作，5辆精美的马车展现在考古人员眼前。其中3辆大车体型较大，结构复杂，车羽保存相对完整，色彩绚丽；而那2辆小车则相对小巧精致，造型别具一格，装饰细节更显细腻，工艺精湛，显示出墓主人的高贵身份。这些精美车马遗迹让考古人员不得不惊叹2000多年前西汉诸侯王出行时的奢华与威严。这再次证实了考古人员的猜测，埋葬的马匹形制完全符合西汉诸侯墓葬标准。这神秘的墓主人难道就是济北王刘胡吗？这组车马遗迹让各个工作人员赞叹不已，可这仅仅只是墓葬内珍贵文物的冰山一角。5月考古工作终于来到了关键时刻，开棺。这一日，所有人都激动不已，想要一睹墓室的真容。根据前面的考古工作可知，这座陵墓并未遭到盗墓，既如此，墓室中的珍稀宝物想必只多不少。可展现众人眼前的大墓椁室竟是另一番样子。所有人望着眼前惊人的画面，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经过2000多年的地质变化，高大的椁室竟变成了一层薄薄的堆积层，不见它原本的面目。这可让在场的工作人员头痛不已。椁室内外观泥沙相互混杂，极难分辨，只剩形状全无的板灰和漆皮。经过几天的奋战，到了5月24日那天，考古人员终于见到了心心念念的陪葬品。墓中出土了9件青铜鼎，这些青铜鼎形制相近，大小依次递减。能用上如此多数量的青铜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绝对不一般。除此之外，考古人员还发现这座墓是使用了3层套在一起的棺木，也就是墓室中先用2层椁板搭建了一个椁室，又在椁室中放上了套在一起的3层棺木，而墓主人就躺在这3层棺木之中。这正好就是西汉诸侯王入葬的规格，只需要在墓室中能够找到印章，墓主人的身份就能确定下来了。而现在的清理工作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墓主人身份的揭秘也就不远了。可接下来的发现让在场所有的考古人员打了脸，墓主人根本不是专家一开始所猜测的刘胡。5月31日，考古人员终于清理到了墓主骸骨所在的地方，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关键器物的出现，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金缕玉衣。在汉代殓服制度中，羽衣按串联丝线材质分为金缕、银缕、铜缕等，其中金缕玉衣等级最高，仅限帝王和受特殊恩赐的诸侯王使用。例如河北满城汉墓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婉墓，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等诸侯王墓中均出土过完整的金缕玉衣。金缕玉衣的使用既是对墓主人身份地位的彰显，也寄托了对死后灵魂不朽的期盼。若是诸侯王级别的人物下葬，那他的陵墓中必定会有玉衣，更何况还是一座没有被盗的陵墓。按理说，双乳山汉墓中会出现玉衣，这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可是意外又出现了，考古人员满怀着期待，一层一层除去泥土，希望能够找到玉衣。突然有人惊呼一声，发现了一个类似于玉片的东西，这难道是玉衣残留下来的吗？大家开始兴奋起来，纷纷围了过来，对这出土的玉片进行细致的清理工作。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玉片上清晰的五官渐渐浮现出来。原来这并不是玉衣，而是一件精致的玉覆面。
这件玉覆面由额、眉心、腮、颊、颌、颏、耳等18件玉片和鼻罩组合而成，各玉片对应的侧面下棱是一处，均斜穿暗孔；鼻罩下圆处外卷沿上也相应直穿双孔，孔孔对应，之间用丝缕线互相串联缀合，使之成为一体。玉覆面精巧得当，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玉覆面中最精致的一件。在场的考古人员更加兴奋，玉覆面都出来了，御医应该就在附近了。所有人都在埋头苦干，期待着金缕玉衣的出现。可是当考古人员清理到2/3的位置时，不说玉片了，就连能够象征墓主人身份的金丝银丝都没有发现。这只能说明墓主人下葬时并没有身穿玉衣。这个结论一出，所有人的脸上都带着失望的表情，将希望寄托于其余的随葬玉器中。可接下来的考古工作再次让大家失望了，不仅没有发现玉衣，就连其他陪葬的玉器也非常少，甚至做工也比不上其他出土的西汉王陵墓。就比如墓中出土的有5件玉璧和9窍塞，包括耳塞、鼻塞、口塞、口函等等，这些是西汉时期非常寻常的随葬品。但是5件玉璧做工粗糙，甚至都没有抛光打磨。这真的是一座西汉时期的诸侯王陵墓吗？如果是，那这座古墓背后又有什么隐情，能够让风光无两的西汉诸侯王下葬得如此寒酸？双甲字形的陵墓，不见玉衣，随葬玉器少而简陋，这些疑问像一团迷雾一样笼罩在所有人的心头。但挖掘工作还在继续，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清理玉覆面，可玉覆面下并没有墓主人的尸骨，而是一件玉枕，这可让工作人员一头雾水。这时便有人提出，难不成这里是一座衣冠冢？墓主人压根就没有下葬在这，所以才会不见玉衣，随葬玉器如此之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双甲字形的陵墓又该作何解释？很快新的发现出现了，考古人员在一块玉璧下发现了一团黄色粉末，经过考察，这正是墓主人的骸骨腐朽后残留的物质，这说明并不是什么所谓的衣冠冢。这么说，考古队员一开始的猜测就是错的，不然怎么能解释这一系列反常的现象呢？可是根据五铢钱的出台年份来看，如果不是济北王刘祜的话，那便是末代济北王刘宽。现在所有人都迫切地想要找到印章来确定墓主人最终的身份。考古人员细细地观察起周围，发现在墓主脖颈处的位置，除了提取出一枚蝉形的玉器，还有10几块破碎的玉石。这枚蝉形的玉器，也就是汉墓中常见的汉玉。汉玉是古代韩愈死者口中的藏玉，玉蝉形汉玉则是将汉玉雕刻成蝉的形状，多放置于逝者口中，寄托了死者灵魂脱离污浊的死亡躯壳，羽化升天，开始新生的期望。都是出现在墓主脖颈处的玉石，那这些玉石间是不是有某些联系呢？考古人员细细端详着这些玉石，发现这些玉石其实是破碎的玉剑位，玉剑位镶嵌于剑鞘之上，多用优质的和田玉制造而成。同时，玉剑位的雕刻工艺精湛，在当时有君子佩玉的传统风气，因此玉剑位是佩戴者身份的象征，用以彰显佩戴者的威仪与文化修养。可玉剑位向来硬度极佳，自然破碎的概率极低，这很有可能是人为破坏的。考古现场的气氛日益凝重起来，就连空气也似乎变得凝固了。接踵而至的问题没有一个得到了解决，所有人将目光聚集到了玉枕上，希望它能够带来大家所期待的转机。随着玉枕下泥土被拨开，一阵金光灿灿的亮光赫然出现在眼前，它们竟然是19枚硕大的金饼。考古人员扼住心中的惊叹，小心翼翼地把那19枚金饼移出。19枚金饼总重量接近5000克，这样宏大的数目是迄今为止出土的西汉陵墓中最重的了。不仅如此，19枚金饼中有18枚金饼上都刻有一个王字，这个王字可不得了，在国别清楚、尊卑有序的封建时代，王是诸侯国藩王的专称。金饼上多数刻画的是重量，而能够刻王字的，这只能证明墓主人绝对是一代诸侯王。
挖掘工作进行到此，考古人员先后发现了玉覆面、玉剑位、玉汉、金柄等等，却一直没有发现能够直接表明墓主人身份的印章。可双乳山汉墓的奇怪事件并没有到此结束。作为一代诸侯王，他的墓门仅仅只是用碎石头垒了一个门。古代人讲究是死如是生，这样简陋的墓门连寻常人家都比不上。更令考古队员感到奇怪的是，他们还在墓穴的石壁上发现了许多人工造成的方形浅坑，越靠近墓室的底部就越明显，似乎是在仿照黄肠题凑。探索到目前，考古人员可以确定，这就是一座西汉时期的诸侯王陵墓，必定是墓主生前发生了什么重大转折事件，才会让一代诸侯王没有按照应有的规格下葬。这么说，这座古墓的主人并不是济北王刘胡，而是刘宽。考古人员的推测并不是没有依据的。相较于刘胡在位时济北国的兴盛，刘宽在位时却犯下了滔天大罪，这也使得济北国只传承了4代便撤国为县了。或许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何墓葬的规格会如此矛盾。刘宽是汉朝的末代济北王刘胡之子，他的出生配置不是一般的王公贵族可以达到的。根据《汉书·诸侯王表》记载，他是高祖刘邦的玄孙，在血统上就比一般的诸侯王爵高上一等。而他们家族的封地济北国是西汉初年的重要封国，历经3代经营，国力渐强。尤其是他父亲在位时的几十年间，正值西汉盛世，济北国在刘胡治理下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等到刘宽上位时，济北国就已达到强盛，物质基础丰厚，相当于即使刘宽只做一个平庸的守城之君，也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可刘宽还是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不仅死后没有按照应有的诸侯规格安葬，就连济北国也被废除，变成泰山郡下管辖的一个小县。刘宽究竟是做了什么违背祖宗、罔顾天罡的事吗？其实这一切都与他通奸乱伦、巫蛊诅咒有关。刘宽上位后，对本国权力有了绝对的掌控，能约束他行为的人甚少。渐渐的，他开始放纵自我，不顾王法，甚至到了后期，开始将主意打到了他父王的王后与姬妾身上，也就是他的嫡母与庶母。这一事件并非是后人为取乐而杜撰，而是有实打实的史料记载。比如《汉书·济北王传》里面就有明确记载说，宽坐与傅氏王后光讥笑而奸，被人伦有司请诛。而在当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更是强调尊亲守法，重视伦理纲常，讲究一个孝治天下。刘宽这一乱伦行为，从汉代法律来看，属于禽兽刑，是重罪，更是大逆不道之罪，量刑极重。况且诸侯王作为国之表率，刘宽的通奸罪不仅是个人道德败坏，更是为对皇权与宗法制度的挑战。单单这一事就是被弹劾的重要罪状之一。而后来发生的事，更是让刘宽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相较于乱伦，巫蛊诅咒行为更是直接触及了汉武帝的敏感神经。刘宽继位时，汉武帝正值晚年时期，中央对地方宗室的怀疑和猜忌达到了顶峰。即使是这样，刘宽还是不怕死一般挑战皇室权威，在济北国的寺庙祭祀活动中，他暗中进行祝祖，也就是通过巫术诅咒皇上。而这显然是对汉武帝的公然冒犯。在此之前，巫蛊之祸乃是帝国最敏感的政治禁忌。公元前91年，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就已经导致太子刘据自杀，数万人牵连被杀，皇权对巫蛊的警惕达到顶峰。或许刘宽与这个巫蛊一案并没有直接关系，但他在这个节骨眼上进行祝祖，不管他有没有颠覆意图，都会被视为对皇权的直接威胁。这终究还是包不住火。公元前87年，刘宽的诅咒行为被揭发。此时汉武帝刚去世，汉昭帝继位不久，中央政权正处于稳定权威的关键时期，而刘宽也就成了那个被开刀的人。面对中央的问罪诏书，刘宽深知难逃严惩，
在朝廷使者到达济北国之前，刘宽就已经畏罪自刎身亡。而后，济北国随之被废除，改为泰山郡下辖的北安县。从此，济北国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刘宽虽作为一代诸侯王，但也是一介罪人，更何况诅咒皇帝与巫蛊案件有牵连。刘宽因罪自杀后，中央自然不能让他按诸侯王礼制为其治丧，其家人只能仓促安葬，规格自然无法达标。正因如此，刘宽的陵墓为采用诸侯王标配的黄长题凑葬制，棺椁仅为2重椁3重棺，且椁室结构简陋，墓室中也没有金缕玉衣，仅仅用玉覆面随葬，玉器数量远远少于同期诸侯王墓。外围的大甲字形陵墓是最初修建的，而刘宽的在位时间较短，又是非正常死亡，陵墓并未修缮完好，墓道和排水系统未完工，他的陵墓规模已经不可能达到最初的设计标准，工人们也只能另外开凿一个小的甲字，来代表刘宽诸侯王的身份。而那破碎的玉剑位，考古人员推测，墓中的玉剑位应该是刘宽拔剑自刎那把剑上的。这玉剑位应该也是中央的人监督刘宽下葬时，在最后时刻将玉剑位敲碎放进刘宽的陵墓中。历经200多个日夜的挖掘，这座2000多年前的大墓终于完整地出现在世人眼前，揭开了史书上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回到故事的开始，关于封山碑的诅咒，这实则是后人对墓葬神秘性的附会，并无科学依据。从考古发现来看，所谓诅咒不过是自然风化、人为破坏与心理因素叠加下的巧合，与超自然力量无关。双乳山汉墓的发现和发掘，不仅仅让我们看到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古墓和众多珍贵的文物，今日的我们还能透过这些历史遗迹，感受到西汉时期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好了，本期视频就讲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见。